你飞升之后，发现上界阴气森森，矿石泥土间荡漾着魔气，周围偶尔还有大妖嘶嚎。我不是飞升到灵界了吗？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就在你犹豫之际，旁边一个声音传来：“哈哈，飞升的波动果然是下界修士镇压。”只感觉一只无形大手盖在身上，随后便失去了意识。没错，你是一个修仙者，原本在人界也是响当当的修行天才。10岁筑基，15岁结丹，短短20年就到达元婴期，其中各种功法更是几年内就可以速成。被冠以人族修仙界的希望，短短不过100年就修至巅峰，触摸到了这个世界的壁障，也就是所谓的飞升。在你的感应中，那方世界名为灵界，里面仙气弥漫，灵芝众多，是修士们梦寐以求的地方。那一晚，在天雷的沐浴中，人界所有人只看到那个少年撕开界域飞升去了，所有人都羡慕不已。可结果居然是这样的吗？飞升原来是场骗局。接下来你被带到了一个名为六玉门的地方，起初以为是要做奴隶之类的活儿，可没想到对接你的是一个浑身散发魔气的女人。听他们说这是宗主，他对下界来的修士十分感兴趣，要进行一些实验，需要你配合，特别提拔你做了实验助手，还会传授你魔门功法。起初吧，你还是蛮庆幸的，然而10几天后就没这么想了。那所谓的传功是真的，可实验也是真的呀。简单来说，就是把你当做实验对象来传功，魔门功法强行灌题的感觉简直要撕裂灵魂。宗主还嘴里经常念叨了什么下界修士情感充沛，爱为何物之类的。就这么半年下来，成天生不如死，每天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每想反抗就被无情镇压，不行，要逃走。这女魔头压根没把我当人看啊！恰逢最近她说是要闭关一阵子，现在自己对她还有些利用价值，可有之后的实验更猛烈呢。跑路必须跑路，该怎么做呢？别急，有方法。这阵子你做过详细调查，由于名义上是这个女魔头的研究助手，所以趁她闭关修炼，也可以用她名义做许多事情。不过让你最头疼的还是地形问题，这灵界可不比下界，妖兽横行，实力也十分强。况且这里是六玉门的地盘，自己一个刚升上来的下界修士，想逃出去只怕有点不现实。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因为你还有个预想中绝妙的逃跑同伴，那就是被关押在六玉门大狱内的仙道联盟灭仙门的圣女长老剑道天才紫苑。听说他是半年前被抓回来了，自己初到六玉门的时候还曾经见过他。这半年来，一有机会就托人往狱中送丹药，让他趁机恢复。现在嘛，赶上这女魔头闭关，不正好是千载难逢的逃跑时机吗？此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是否激活最强至尊系统，请选择。而你果断选择了否。没错，作为一名修炼天才，才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肯定是什么邪魔歪道的阴谋。说不定啊，就是那个女魔头用来查探自己是不是想逃跑的。可系统停顿数秒，随后再次响起：目标对象选择放弃，抹杀目标记忆，准备脱离，寻找新的目标。3、2、1。你愣，我拒绝就要脱离，看来的确不是阴谋。不过居然敢抹去我的记忆，立刻运转功力抵抗。接下来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抹除失败，脱离失败，尝试跟目标进行绑定，绑定失败，调整权限，开启认主绑定，开启失败。不久后，声音变得微不可闻，直到第9999次失败，突然一个小萝莉出现在面前，一把抱住大腿：“大人啊，求求你啦，认不认你为主，成为你的绑定系统吧？”你的表情不用我说，大家都猜到了，那就弹幕起走一个吧。你一伙啥情况？在马飞的解释中，你知道了真相。原来你是传说中的道术之体。当初你在下界天赋异禀，学任何东西都特别快。然而满分是下界的极限，却不是你的极限。为了平衡，下界的世界意志在你身上加了很多限制器。可现在都到灵界了，世界意志也管不着。也正是这个时候，漂浮在虚空中的系统发现了你这块宝藏。本来是想着趁虚而入来着，让你狠狠跪舔他做老大。可现在嘛，这些全部免费，只要让他跟着就行。但需要一些时间和能量逐步解开功能。目前能开放的一个功能就是解锁体内的盗火之术。系统呢会提供火种，将其投入后就可以获得命火。初步能解锁的为通明妙火和镇魔圣火，前者效果是火系伤害减免，且对一切邪祟有镇压克制效果；后者则是对无护的目标伤害提升，且开启后能短暂解除限制器。当你装配上2枚命火的时候，突然光芒一闪，出来了一个组合效果，每释放一个神通，伤害提升10%，最多叠加10层。哦吼，这倒数一点亮，顿时感觉浑身上下充盈着能量啊！这些灵界魔修恐怕再想压着自己打不太可能了。有这玩意加持，我的计划更有把握。说干就干，立刻收拾行李出发。与此同时，另一头六玉门的宗主殿内，一排魔修跪伏在地，迈列恭敬。最前方是2道身影，其中一人正是六玉门之首，灵界人称魔族女帝。她挥挥手，都下去吧。
等场内只剩下2个人后，魔族女帝摘下面具。如果这会儿有灭心盟的人看到，怕是会惊掉下巴。谁能想到这位魔门头子和那牢狱中关押的仙门圣女紫苑竟然长得一模一样？玄威看到他疲惫的面容，轻叹口气：“你这是何必呢，小苑？分魂之法损伤寿命，一心二用，更费心血。”他摆手：“这六狱门修百足之功，练煞海之法，最是七情六欲之所集合。可自我诞生以来，就感受不到这六欲中最后一样。就差这一欲，我就可进阶。100年之前，我将自己分为仙魔2魂，尝试用双法感受爱意。如今仙体将成，怎能半途而废？”孙维深吸口气：“是啊，谁能猜到这六狱门的门主，魔门中最天赋异禀的魔族女帝，竟是个天生感受不到爱的人。”他点点头：“所以你之前给那个飞升上来的人族修士传授功法也是？”紫渊点头：“听说下界人族最是富含情感，我想从他身上看到更多可能性。另外一头，你这边已经顺利偷摸到了牢房。作为六狱门宗主专属的实验助手，你的身份还是有点特殊的。宗门之内大多地方都可去得。”此时典狱长拱手上前：“不知大人要见何人？”你目不斜视：“紫苑。”他一愣，那紫苑身份特殊，不仅被关押在牢房最深处，里面还有女帝亲自设下的阵法。这萧凡为何要去见他？但联想到你的身份，眼珠子一转，懂了，他全都懂了，立刻压低声音：“此事可是女帝大人的意思？”你点点头：“没错。”典狱长连忙带路：“明白明白，属下这就带大人过去。”等你们来到牢房深处，眼前出现一个四四方方的池子，满是黑红色液体。只见一个女人双手被锁链牢牢捆住，眉头紧皱。没想到当初的仙门天才，现在已经被折磨到了这种样子了吗？大步走到身边，将一个丹药喂了过去：“没事了，我来救你。”那女人抬起头，目光落到你脸上，表情却有些古怪，像是惊诧，又像是错愕。你不等他说完，你转身看向典狱长：“女帝大人命我前来牢房，把这女人带回宗主大殿。”这几个关键词一出，紫渊歪了歪头，微微蹙眉：“女帝大人吗？”而典狱长则掏出钥匙：“这属下的钥匙只能解开这锁链，却无法破开女帝大人设下的阵法，所以还需要您来处理。”说完，整个池水绽放出猛烈红光，恐怖威压浮现。你懵了，我靠，坑爹呐！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将意识沉入体内，盗火之术，镇魔圣火，燃！瞬间，纯白色火焰将到处照亮，接着就是限制解除。感觉限制器被打开了一瞬间，无穷无尽的灵力往体内涌去，这恐怖的灵力漩涡让空间都微微扭曲。一抬手，镇魔！瞬间，那血池平静下来，你松口气 ，OK， 搞定。可你没注意到的是，就在你施法的同时，紫苑也悄悄掐了个诀，这血池才被影响。一旁的典狱长都看傻了，大人说的玄妙，这让属下大开眼界，佩服佩服。等你把紫苑带回住处后，将这些天攒下的各种丹药法宝一股脑扔了过去，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抓紧服用，恢复伤势。接下来我人生地不熟的，能不能逃离这个鬼地方，就全看你的了。紫苑且面色复杂，丝毫没有你预料中逃出升天的惊喜，而是反问：“你现在这样过得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逃走？”你翻了个白眼：“好屁呀好！半年，你知道我这半年是怎么过的吗？你不是有这么多灵药法宝吗？还住在这么好的洞府里？”你也摇头：“有丹药住得好，并不代表我过得就很好。那女魔头天天强行对我传功，每天被灌得头都裂开了，我是生不如死啊！”紫苑轻声呢喃：“生不如死吗？那为什么会选择我？”你无奈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倚仗，连路都不认识，唯一认识的就是你了。我救你出魔宗，你带我逃离这片区域，返回灭心盟，咱们2个合作愉快。紫苑轻轻点头：“这样吗？那你不怕我离开这里后把你扔下吗？”你一愣：“怕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能走的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你还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里。”你摇头：“留不下来了。自打我把你从牢里救出来那一刻起，我就只能选择你。不晚，你还可以去主动坦白认错。”你目光坚定：“不，或许我认错还会活下来，但你回去就只能死，不死也要继续泡在那个破池子里。”听到这番话，他终于目光闪烁：“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愣住了：“这就好啦，这明明只是个普通修士的正常三观而已，不是对你好，我也只是看不惯那个女魔头，为非作歹，丧尽天良。”紫渊低下头，表情古怪：“为非作歹，丧尽天良。”思考良久后才说道：“我知道了，我会帮你的。”而就在临近出发前，你收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闭关中的魔族女帝突然兴致大发，临时决定找你做一次实验，再进行闭关。当你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已经到你房间了，双手负于身后，看似漫不经心道：“你这居住的长乐殿可还有其他人吗？”冷汗出来了，这紫渊可就在内屋啊！没，就我一个。
他嘴角若有若无翘起，没有变好。来，盘腿坐下，我要试验一下新功法。接着，不管你的反应，身上魔气升腾，抓着你的手，一股爆裂功力就强行灌了过来。我去，好痛！虽然修为有所上升，但都是和原本功法不同的东西，没法兼容啊。过了好一阵，才听到他淡淡开口：“你觉得我对你不好吗？”你一愣，今天这问题怎么这么奇怪啊？对我很好，真的？真的很好。他冷哼一声，便最好。随后施施然离去了。你呸了一口，这女人有病吧？转身回来内屋，喊出紫苑：“女魔头这下真闭关去了，咱们准备开溜吧。”可是仙子表情古怪，就这么着急走？几天后，你们出现在六玉门外圈的一处山洞中。按照紫苑的说法，已经走了将近1/10的路程，过不了多久，应该就能离开这里，返回灭心盟了。你捡了些树枝，又从储物戒中取出些瘦肉，在山洞中烤了起来。紫苑，你吃不吃？不吃，那你不会饿吗？他想了一会儿，那我吃。此时你一边烤肉一边看着他修炼，刚看了眼就离不开眼。这功法虽然看起来像是自己曾经修习的活法，但那里怎么蕴藏着魔族的邪气？片刻后，紫苑忽然皱了皱眉，糊了。看你没什么反应，抬手指向火堆，烤糊了。你这才反应过来，糊点好吃啊！紫苑面无表情，你可以先烤好再看我。你连忙否认，我没看，我继续修炼了。说着又召唤出几道紫色火焰，在山洞中不停盘旋。你一边烤肉一边学习，却怎么也找不到门道。不应该呀，系统不是说自己是什么道术之体吗？而且网上那些修仙功法是看一眼就会，怎么来到这儿就不灵了呢？摇摇头，专心烤起肉来。紫苑有些疑惑，不看了？你点头，根本学不会，看了也没用。况且现在不是有你这个大腿，我也不着急学。他依然是面无表情，点了点头。你却突然来了兴致，开玩笑道：“要不我拜你为师吧？我跟你学功法，还给你做饭吃。”你反而傻了。不是，我说要拜你为师，以后就是做你徒弟了。他却依然淡定，可以。这反应也太平淡了，难道是我脑回路出问题了？拜师这种不应该是大事吗？紫苑忽然开口：“做我徒弟只有一个规矩，什么？不可以把肉烤糊啊！”就这？就这样，你稀里糊涂和他定下关系，白捡了一个天降的师尊，还是灭心盟千年难得一见的剑道天才，听说很有可能是什么女帝转世，这波赢麻了呀！接下来的路程上，紫苑开始教你灵界神通。原来灵界广袤无限，生活着上百种种族，且每个种族都想办法将自己的力量融入了神通之中，称之为百族流派。他之前兼修的功法正是来自于魔族派系中的百族煞海。这天偶遇一头妖兽猿猴想攻击的时候，你眼前一亮，正好拿来练一下自己刚学的神通。掐了个诀，无数蓝色火焰扑向猿猴，正是新学的神通煞海猎鱼。那猿猴咆哮一声，盯着火焰一拳回来，你连忙后退躲开，接着一侧身，又几道猎鱼打过去，猿猴被灼烧的嗷直叫，趁机一剑过去，直接斩杀。回头拍了拍手，有我在，你就放。可此时一边突生，那原本倒下的猿猴居然摇摇晃晃着站起，皮毛突然浮现出妖异的黑色纹路，双眼更是猩红无比。欠壮紫苑双眼一眯，不好，是入魔了。魔气升腾间，一颗紫色宝珠从中浮现，聒噪。下一秒，宝珠绽放紫焰，顷刻间就将猿猴吞没。接着，猿猴的肌肉在一点点缩小，点点白光从他体内散出，凝聚在紫焰掌心，变成了一团光圈。你看傻眼了，这是何等霸道的功法！居然直接抽取了这妖兽体内的生命本源嘛？怎么看都像是魔门禁术吧？喂，还有那个魔气。随即摇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概是自己半年来神经一直紧绷，有点敏感多余了吧？咱就是说，师傅，你和那个六玉门的女魔头应该没什么关系吧？紫苑歪了歪头，关系？就是姐姐妹妹之类的，或者什么其他的血缘关系？没有。你长舒口气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嘛，这功法……紫苑咳嗽一声，此乃我从一处上古遗迹中所得的魔族秘术之一。那女魔头知晓后，便把我抓入六玉门，逼迫我交出功法。说完又补充了一句：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多，那女魔头是一个，你是一个，然后就没人知道了。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样所有事情就都串起来了。突然反应过来，等等，你把这么大的秘密就这样告诉我了？这么信任我的吗？紫苑点了点头。这会儿两人都坐了下来，你有些愧疚，因为自己的疑心居然把善良的师傅和邪魔恶的女魔头联想到一起，师叔不该啊！师傅这半年来不好受吧？天天被泡在那池子里，我是光想都觉得气呀。越说越起劲，那女魔头真是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竟这么对待你，真是让人所不齿，下作太下作了。紫苑面色古怪，忽然伸手捂住你的嘴，好好休息，别说了。此时纤细修长的手指触在脸庞，你能感受到清晰的凉意，下意识一抓，你和他同时一愣，我就是想给你暖暖手来着，你的手好像太凉了。师傅，你是不是因为被关起来伤到本源了呀？体虚的话就容易手脚冰凉，你脚也凉吗？我帮你捂捂脚。
他立刻把脚缩了一下，脚就不用了，真不用？接着你一边给紫苑捂手，一边调理着体内的灵力。1小时后，你有些奇怪，看来师傅你是真伤到了本源，怎么过了这么久手还没有捂热？紫苑语气淡然，很正常，我们该走了。等他起身后，你迅速跟上，接着又抓住了少女小手。他顿时一惊，我帮你捂。紫苑愣住了，你继续开口，徒弟帮师傅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你还教我功法了呢。况且我只是帮你捂手，又没什么邪恶念头，咱2人问心无愧。难道师傅你从未跟异性牵过手吗？紫苑点头，你眨眼，那现在该不会是在害羞吧？他默不作声，在你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突然开口：“我没害羞。”你愣住了，怎么突然说这个？都过去多久了？这是什么反射弧啊？哦，你咳嗽一声，跟自己徒弟还客气什么？我这就是乐于助人，好心肠。紫苑扭过头，过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话：“我没害羞。”师傅，你说2遍了，我没害羞，这是第3遍，你不害羞怎么手心都是汗？没有，明明就还没等说完，忽然感觉自己脖子上多出几根手指。紫苑一字一顿：“我没有。”你连连点头。好，没有，你冷静一下。我很冷静。那你先把手放下来。这女人也太不经斗了吧！又试探先开口，那我帮你捂脚。说完，感受到了一股恐怖威压降临。师傅大人，就当我没说好啦。又过了几天，紫苑开始教你魔族秘术，可这秘术与你往日所学的任何功法都完全不同，你始终摸不到门道。就在这时，系统跳了出来：“主人，我来助你。”这魔族秘术似乎有什么前置条件才能学习，让我为你加持盗火之术，解开限制吧。顷刻间，纯白色的火焰笼罩你身体，限制解除。接着，他一脸期待看着你，10分钟、20分钟，好像没什么变化呀。学不会，根本学不会。马飞摊了摊手，看来得想办法先帮你入门才行。学习空间启动，你眼前一黑，再睁眼，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片虚无的空间中。马飞呵呵一笑。都说严师出高徒，好的老师肯定会让学生又怕又爱。这学习空间会根据你过往的记忆模拟出最适合教学你魔族秘术的老师。先生，那就来吧。下一秒，一个浑身散发着魔气的女人出现在面前，你惊了，女魔头。对方身形一闪，忽然出现在你身后。萧凡，你也想学魔族秘术？我教你啊。接着，魔族秘术强行灌入身体，这撕裂灵魂的痛感，就仿佛自己未曾逃离6域门一般。你咬牙，又来这套，我打不过本尊，还打不过你这个投影吗？浑身灵气猛然爆发，将女魔头推开。接着就是无数功法神通攻了上去，可一番大战后，依旧被女魔头打倒在地。这秘术可是我们魔族特有的能力，以修士的7情6欲、3毒8苦为源，不同的情绪能驱动的能力各异，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掌握的。再来，你默默起身，死死盯着，而他再次出现在身后，重新将魔族秘术灌入你的身体，1次、2次、10次，不知重复多少次，终于掌握秘术，将女魔头头晕打败。正准备下手之际，对方却突然凑了上来，吧唧一下亲了一口。徒弟，我已经教会你魔族秘术，现在要换你来教会我什么是爱了。等你醒来后，居然有些意犹未尽，一睁眼，我去，是女魔头！等等，仔细一看，是师傅紫苑的脸。吓死了！等过了一阵子，紫苑也醒了过来，摸了摸自己的嘴唇，奇怪，怎么自己做梦都得教萧凡秘术？难道这就是爱吗？不久后，你们来到了魔族势力的外围，只要再走1天，就能和紫苑返回面西盟了。就在这时，一名魔修拦住去路，他大笑，嘎嘎。我乃附近5毒宗魔族长老青元浩，2位看样子不像魔族啊。如果是灭心盟的人，就留下吧。你拱手，在下乃下界修士，因为意外飞升到魔族附近，现在正欲离开。秦长老，还请行个方便，日后必有重谢。他嘎嘎一笑，下界修士，哈哈，那就更好。这下界修士最是美味。可惜啊，他们不知飞升市场骗局，给我死来！嘎嘎。下界修士可曾听说飞升市场骗局？这里已经被我们魔族掌控了。那倘若我体会魔族功法呢？封印魔珠？不可能！这从何学来？魔族秘法而已。再看看这个。宿主，真魔生活已装配完毕。那么现在，仙法斩须，玉书银货为我所用。喂，那边那个魔族分身，别不干事儿啊！下海，傣族的技能，这是魔族神通，仙魔兼修。不好，我要报告魔尊。仙魔同修，威力这么大，
下次还是谨慎点用吧。刚摆完 pose， 你忽然发现秦昊的身体爆发出一股强烈的黑色气息，他颤颤巍巍站起，眼中满是红光。功劳，功劳！接着黑气将他身体吞没，紫苑将你拉至身后，这是要变成逆心魔了。你开口吐槽，怎么我遇到的什么东西都会进2阶段的呀？紫苑解释，就和妖兽会被魔气附体增强一样，魔修如果被欲望吞噬，就会堕落为逆心魔，逆心魔会直接变成怪物，失去人形并实力大增。看到那些不对劲的魔修，一定要万分小心。此时秦元昊已经化为一头紫色魔狮，紫渊道：“小心，剑诀罗渊剑。”念经量，我去，紫渊师傅，你这也太帅了！同时内心暗地问系统，我啥时候也能这么帅？马飞呵呵一笑，素茹，这其实是问剑长生中的新终极技啦，仙魔兼修就是这么帅。你疑惑，问剑长生？他一叉腰，本系统全称问剑长生手游系统，我给你装的盗火之术就是从问剑长生里面搬过来的，你知道吗？问剑长生里现在也可以飞升灵界了，所以我才在灵界找到了你。飞升后可以和你一样学习新的百足神通、魔族秘法，还可以蕴养命功命火，修仙修魔自己说了算。你点点头，原来如此，这么强了吗？这会儿看到师傅往前翩翩然走去，喊了一声：“师傅，等等我！”看来自己终于能够见识见识灵界的仙门正统灭心盟了。紫苑却一脸奇怪：“萧凡，刚刚战斗的时候，我心中总有一股奇怪的悸动，难道我也魔气入体了？或者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吗？”